哇，这规模可不小啊 ！A B C D 呀，E 还有，我看到了什么？股权代码，上市公司吗？你好，刘总。你好，欢迎欢迎。你好，请进。老乡是吧？是的。也那样的呀？是的，那样的。那样的呀？我看到规模挺大的。有1万多平方。这是我们实验室。实验室第一次见，刚才那是办公室吗？对，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喝茶的地方。茶室。对，这是会议室。这个就是展厅了。哦，这是展厅啊。对。品种这么多，这就是他们家的产品，去油污的效果特别好，价格也实惠。我试用了几个月才推荐给大家的，有需要的朋友点击视频下方的小黄车进去看一下。工厂呢？工厂在这。工厂在那个这边几栋这个院子都是我们的。哦，就是 A B C D E 都是你们的。对对，这栋是宿舍，那边那栋还有一栋是饭堂，其实下面1楼就是掏工作仓库了。哦，等一下能带我都参观一下吗？可以啊。可以，好。这是香港的点心，现做的啊，尝一下。不客气了，刘总啊。不客气。刘总在忙，咱们进实验室来看一下。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非常壮观的实验室，这么多瓶瓶罐罐的。重。好的，刘总终于忙完了啊！刚才那个梁小姐带我见识了您的实力。谢谢。就是我其实很好奇的是，您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行业的？我是2008年。08年。16年了，到现在啊。对，我跟人事说一句话。好。你早说拍视频，我化个妆过来。不用的，你这么帅的，本色，很帅的。谢谢。而且年轻有为。长这么大还第一次有人说我帅的。08年就一直做这个吗？最早做食材的，食材护理的。哦。阿里食。然后我们就有个发明专利。自己还做了发明专利。对啊，我也是个小发明家呀。您是读书的时候做什么的？读书我对化学比较感兴趣吧。哦，还当过兵是吧？刚才听您在聊天。对，我们是高新技术企业。而且现在又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。第1年申请高新技术企业，我记得还是政府奖励了我们120万。政府还有奖励的。是17年好像吧。现在工厂这部分我看了一下，大概就是自产自销为主，还有就是帮品牌做一点代加工。对，代加工的我们可能会慢慢少做了。还是要主要做我们这些品牌。我们一个高层的品牌是在酒店用品行业里面啊。就食材这个板块啊。我们应该算得上是全国上排那个排到最前面的了。不说龙头老大，前3也排得到的。这是刘总谦虚的讲法啊。好，谢谢。我还想问一下，你们现在公司做这么大，都是您一个人在管理？公司做的也不大啊，但是事情的确实是主要是我在抓。我看了所有的事情，大事小情的都是刘总在抓，而且您对那个化学全部是自学的吗？就是说我读书的时候啊，比较偏科。我哥读书很厉害，就经常拿全班第1名的。那老师我们是同一个班，老师经常就骂了我在表扬我哥。就物理化学我是比较好成绩，特别是物理考试我基本不掉分的，以前基本可以接近满分吧，不说吹牛的老师满分吧。因为特别是初中我记得啊，那个物理啊，那根本没什么内容嘛，是不是？牛顿第1定律、第2定律、第3定律，还有电的正负极，那杠杆的原则需要学嘛，是不是？你看过就知道了嘛。现在就随口拈来的这种。是啊，我记得到高中我们在学那个自由落体那些东西嘛，稍微复杂点嘛。那初中那个电的正负极你要学嘛，那看一遍就可以了嘛，还学什么？是不是？哇！但是我喜欢化学，但化学呢就是很多东西要背，要复杂点，化学成绩会差一点。就靠死记硬背的东西，化学基本上靠死记硬背的。那是很多分子式呀，还有那个元素周期表啊，化学里面还是很多东西要背的嘛。
现在公司能透露一下年产值大概？年产值，没1个亿那个样子吧，左右吧。很厉害了啊！厉害，在我们这行业算小的了。一直很谦虚。事实就这样。所以湖南人就这样子一点。刘总是我们祁东县的，就是也算是一个跟斌哥是一个老乡，就是地道的老乡了，白力士的，可以讲的啊。你老公是吧？哦，我老公，对，我们是步云桥的嘛啊。湖南人做事的风格就是低调、谦虚。谢谢。你夸他的时候，他老讲，哎呦，一般还有比我更好的，这是湖南人挂在嘴上的一句话。你夸湖南人我没意见。啊？你夸湖南人我没意见。你不要夸我，我是湖南人里面最差的那个。你看，我再夸你，我都没话夸了。那个，我看到您有那个股权代码，是公司上市的吗？还是？我们在往这个方向走。现在只是挂了个牌，在那个广东市股权交易中心挂了个牌。哦。那股权代码是真的啊。这个是不能乱挂的，这个我是了解的。原来有上市的打算，但这2年就是改变主意了。就是把上市的计划就是取消了，就重点还是在打造品牌。像您做这个大概投资要多少钱？您陆续投资这些工厂啊、公司呀？投资呀，投资多少还真没算过，因为很多找我说了投资入股，我都拒绝了，就拿钱过来我都没要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您现在的置办这些厂房，这些需要投资大概多少钱？应该也不多吧，公司资产可能就个几千万那个样子。因为也是陆续投的，可能也不是一次性的啊。我很想知道您的第一桶金是从哪儿来的？怎么能做得这么大？第一桶金就刚才跟你讲的，我那个发明专利。发明专利。有没有经历过最难的时候？最难的时候呢，就要说刚从家里面出来。哪一年出来的？应该是2000年吧，01年、2000年的时候吧。20岁。22、21还是22？刚毕业那时候啊。对。因为那时候分在我们钢铁厂里面嘛。我也不想在家里面上班。因为在部队里面都恨不得跑出来了，所以当时出来了就是带了200块钱好像。那您也算是白手起家的。靠运气吧，起家还谈不上。干嘛这么谦虚呢？真的。当时还睡了公务员。当时刚出来才睡了公务员。还睡了公务员。以前说找工作很难找的，不现在招工难找。特别是男生。那时候男生基本上出来没有厂家愿意要的。对，我们也到处看招聘广告啊，有时候买个报纸上面看看。第一份工作做什么的？刚出来做了半年保安。保安。不止半年了，应该将近1年了。那时候找到工作就不错了，已经。是的，有个落脚点啊，能有饭吃，能有地方睡，那时候真的出来打工的人最大的梦想。先不管工资多少。总之，理想和现实差别是很大的。因为当年在部队呢，其实当时我们祁东去了200、300个新兵吧。那我的部队是公务员。我第1年1年多吧，我就入了党，然后我在公务员去了机关。那其实还是有前景的。那可能在部队里面，当时可能是运气太好了吧，我就总认为，哎，我是不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啊？一直就顺风顺水往上走。对呀，我发现我比一般人厉害一点，我在想。那不行，我要待在部队没意思。那时候又年轻，1年到头看不到一个女孩子，是不是？然后在部队干嘛是不是？现在想想这样子还是挺值的，虽然经过那时候出来的时候苦。然后到后来我就回到了老家嘛，老家就是说，当时是分到我是从白力士钢铁厂去的嘛。那是哪里来回哪里嘛。但我们钢铁厂当时效益已经不行了，好像。那个年代我们都看李嘉诚的书，香港四大那个富豪。还有个霍英东啊，还有个曾玉彤吧，是吧？还有个什么我忘记了。还有个郭炳湘、郭炳联也是湖南的吧，新鸿基地产的，我们也很崇拜这些人吧。所以就想着自己出来啊。对。
那看了李嘉诚的故事以后，也在白手起家，哎，我在想，我也干一番大事业的，对吧？所以当时也不管我父母安排工作什么的话，背着包就跑了嘛。年轻人还是跑到广东来一看，发现不对呀、没想到满遍的黄金呀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是我们小时候，我跟你差不多是同龄的啊。那时候就是别人给我们形容的，就是广东遍地都是黄金，遍地是钱，去捡钱的。那个年代信息不发达，我们在工业区到处转，那女的很好找工作，男生基本上不要，男生太调皮了那时候。对。我就去工厂面试吧。都要排队的，然后那个面试官都是那时候素质都很差的。不是面试行的话就行，不行看不顺的，走，到一边去。滚，这么说的会说的。那时候还有更甚者，我们在工厂做事的，天天就是被那些主管骂猪啊这样子的，这种很正常的，对吧？我们同样的差不多的年龄遭遇的都差不多的。哎呀，好，谢谢。像您办企业以后有没有碰到最难的？应该是一开始吧。就万事开头难。就刚刚说遍地黄金也不是，但是我们那个年代呢，就是还算碰上了好时代的末班车吧，好时机吧，不是好时代吧，就做生意的好时机。我记得当时是04年左右啊，我跟几个战友就合伙开了个服装店。拿的工资才几百块钱。一个服装店的铺面要1万多块钱租金，那都是吓死人的，都不敢跟家里说的。但是很意外，就咬着牙硬着皮的做了。结果礼拜天那个做服装一天可以卖1万来块钱。那时候黄金时期呀。那在东莞呢是多的是高，我们开了5、6个店吧，东莞后街、虎门、南城还有清溪。那时候衣服烂了，我们补一下都可以卖出去，还会赚到钱。00几年是这样子的。那做了2、3年以后就积聚实下，那是不管烂的衣服了，有款式不好，你卖不出去的了。那到后来就是我们就把那个服装店就转了。像你们这么大一间工厂，一年最高的收益有多少？收益啊？利润可以讲吗，刘总？利润讲也没事，反正没什么利润的。坦坦荡荡的。利润很低的。现在有3、5个店的利润都不错了。做实业的是这样子的，利润比较低。很多都亏本做，像去那些代工单很多都亏本做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做，别人做，别人养那人养了厂，他要么就亏人工，要么亏厂房的房租，那他做总能赚回来1项嘛。对，不做的厂房人工全部亏在那里。是去年我就是硬着头皮接了些这些单，但今年我就是没养那么多人干。现在工厂有多少人？现在可能是不到100个人，几十号人。我看到了，你们基本上也是那个流水线作业。去年的光办公室就是3、4号人，这个上面你没马中了。你也算是排得上名次的。那在启东肯定排不上名字。绝对的。就是启东，就我们村的有钱的人都很多，但他们可能低调一点。你在村里也捐了很多钱。钱，我们村很大的，好像有10多里路吧。村里面路灯全部是我出钱修的。因为太阳能路灯。路灯啊，为家乡做贡献。但很多人有钱，他比较低调。谢谢刘总。从白手起家，睡公园开始，一步一步走到现在，太不容易了。接下来还需要崔总关照。您这话讲的我无地自容啊！谢谢刘总。打扰了啊，感谢，太感谢了。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本来我已经走了，但刘总又热情的喊着我和斌哥。哇，他这个环境真好呀。看看刘总多热情，这是私房菜的霞姐，然后呢，这个又是一位刘总，很厉害的啊！谢谢刘总。刘总，钟老师的磨坊。哇，这么厉害！希望你能喜欢。
谢谢啊，是吧？是的，谢谢中国康老师，谢谢刘总啊，慢走慢走。嗯，好，拜拜。